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大家周末好啊！周四我们看到美股出现了一个过山车的行情。其实当天呢，我想给大家录一些视频，但是下午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信息。当掌握很多信息之后呢，我昨天其实就更新了一个 Discord。今天呢，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么对于未来和当下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如果您很忙，或是没有时间去看具体的分析，这里面结论已经在标题告诉大家了，就是已经制动。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去做空，你会面对的风险和做多是一样大的，因为市场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那在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么宏观的条件下，你做的一些交易只能是越做越错，越错越亏，越亏越多。那么今天呢，我觉得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从多头和空头的两边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个市场。那么另外呢，老生常谈，我还是再聊一聊对于特斯拉的这个分析。虽然我知道说特斯拉特别容易招来让自己非常不开心的一些留言和一些情绪化的事情，但是我也看到了，确实通过我们在300块钱附近的一个提醒，到后来的连续的分析，确实帮了很多人。哪怕我帮到了一个人，他100股，其实在这一段过程中都省下将近1万块钱。那么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愿意今天呢，再一次对这个非常热的这么一个股票再次进行一个更新。好，首先呢，我们对周线的一个走势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大盘呢，在这个周线上，我们先看到这是一个标普的周线图。那么标普的周线图来到了低点，其实来到3484点。那么这个点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争夺这个 EMA 233周均线。那这个位置为什么我很少用均线给大家分析呢？因为均线它是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真正可参考的交易所谓点位啊，这个所谓的位置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我不认为均线在这个地方可以做成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参考。但确实在历史中，我们跟大家复盘一下，确实在历史中这个均线的这个位置上，由于对于长牛来说，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 EMA 233周。那么之前比如说2018年这是止跌了，那么2016年的话，它是在绿色带上进行止跌，那么这个绿色带这次也碰到了。所以如果你是空头的话，你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是很难拿住的，除非你也是信仰崩盘论那这崩的一塌糊涂那么那个时候呢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结构之后下来了以后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这个速度和力量其实都出现了一个背驰。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下跌跟上一波比，其实是已经开始走的这个力度是变弱了也就是周线的这一波下跌很强，第一波弱，第二波反弹第三波下跌很强，那第四波反弹比这个第二波反弹强，那第五波的下跌速度很凌厉，但整体上它所下跌的这个咱们说整个的这个动量这个动量是什么呢？这个动量就是这个我们走出来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暂时看它是还没有它这个断强。但是呢，因为它没有走完，比如说后面继续跌，那就比它强了。那么反弹呢就是遥遥无期。但是从我们统计上来说我们来看，就是到这个绿色带上，然后用这个紫色线。第一次来说，它都会有一个什么呢？有一点反应，不会说一点反应都没有都会有点反应。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均线上影线和下影线的这个揉搓形态，它可以是一个中继它也可以是个底部。那我们就要看看它能不能下周有没有一个阳线。如果下周有阳线的话呢，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有一个底部钝化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可以观察。那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就是如果我们把年头再放久远一点，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的这个市场的表现。以周线来看，那么20年的话直接是特别快的上涨，特别快的拉回
那么18年的话是碰到这附近了，其实也是贯破了绿色线，那么它其实整个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向下的趋势这么强烈那么它直接呢就是又来到了紫色线。那么之前的几次的这个下跌基本上都是来这附近的话，都会有一个什么呢？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比如说看欧债危机第一次回调，第二次这个外债危机也是都是包括15-16年的这个16年的大跌，其实都来到这附近都来到附近。你不能特别具体的就是说到这就停。但08年注意，08年是来到这里之后出现了一个也是大家看1、2、3、4、5，其实这也是类似于5浪的这么一个下跌，也是大家看这里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紫色线和绿色线的一个交织，那么它也出现了一个什么反弹浪那这个反弹浪我们如果要看的话，其实跟我们刚才之前这个7月8月的这个反弹浪差不多，那是走这一段还是这一段那不好说，但是现在的位置正好差不多跟这相关。那很多朋友就说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崩盘，那么这个地方跟它有一点点不同的是，我们要看这是1270，这是1576，对吧？1270和1576之间差的是多少点呢？差不多是300点300点的话也就是这个1/5，正好也是跌了20%那么就是这个位置上比它跌的呢稍微多了一点，这是4818这是3500吧，那么差不多就是1300的话也是4800的，差不多是25%以上了。所以我们看到是比这个前面多的稍微多一点，但如果你完全复刻08年的话，那它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反弹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走势。然后后面呢，那你当然说后面有可能会有新的黑天鹅出现系统性崩盘，但是08年出现这种崩盘的时候大家注意，它当时所在的金融环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是特别的不一样那么特别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的失业率也没有什么通胀，那么整个经济都是一个崩盘，市场出现全面的恐慌，那个失业率呢达到接近10%，而且当时大家知道，在09年反弹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是反弹，他不认为是反转，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经济的那时候非常差，那失业率飙升，而且下不去，很多人说不光是 recession， 而是一个 depression， 而且持续到数十年的或者10数年的一个 depression， 完全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大牛市的一个开启。那这是因为我们带着后视镜去看，你真处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大家知道整个来到欧债危机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才完全走出来那在12年的时候，那个房地产市场才出现了一个低点。那么如果我们去套用08年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有几点是不同的，而且我看到很多人的分享是我非常觉得不理智的，因为有很多人拿这个 PE 去对08年，因为08年的 PE 非常低。那么08年的 PE， 大家注意08年股指的成分股和现在22年是非常不同的。在08年的时候呢，能源类和金融类有周期类板块或者是防御型板块占的比重远远比现在要大，而金融类板块是几乎是整个9大板块里面仓位，就是说它是持仓量最大的，也就是它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板块出现了崩盘。而那个时候呢，你的 PE 大约就是个位数3、4、5，所以整体 PE 才会拉回到20，拉回到10几。那么现在对于标普来说那么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不贵的这么一个区间，但距离便宜，比如回到13、4，那可能 PE 13、4的话，它是在3300在某大投行的这个研报中，它有给了几个 scenario， 这个 scenario 呢就是如果是硬着陆，那么最差的话可能有一个3100是比较合理的，还有就是软着陆的话呢，包括有一个向上看可能有4700、4800，那么他给出的就是几个点，那么这几个点就是3100、3300，对吧？3600、4100、4300这几个点。那么如果回到3300或者3100，也是我们熊市中一个可期待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呢，它确实是一个超低估市场进入一个超低估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说呢，就是一个黄金投资机会，或者说咱们说的是铂金投资机会，或者钻石投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呢，就是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是给我们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那如果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来，根本没必要跟着别人听风就是雨，什么一会儿要崩盘，2会儿崩盘，到处黑天鹅。对，在熊市中到处都是黑天鹅，所有人都会看空，而且所有人都来说还要跌20%、30%，而说这种话的人非常多
那是非常悲观的。那这个非常悲观的人，就是代表说我可以给你喊跌20%，但是我要说出跌20%的推理和逻辑，我不能在这个位置上直接张嘴就来，对吧？所以已经在跌了这个些位置上，尤其是我们注意看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的下跌幅度就将近是40%啊，将近40%。那么对于一个将近40%大型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它和 SPX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最后是统一的，就是走势是相对来说统一的，就是说，比如你跌50%，它也50%。那么跌了大约40%的情况下，那么你在下面再看跌20%-30%也 OK 啊，也完全 OK， 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一个理性的判断这个位置。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来看今天 Sentiment Trader 它的一些统计，一个是我们还是说这个非常大的害值量，还有一点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个特有意思的，就是如果呢，比如说我们看的就是1% swing across 7 time frames， 就是1% swing 很多，然后跌的非常弱的情况下，在一个弱势环境下，2个月内几乎是2个月内的胜率是0，就都是负的。但是呢，12月以后它是正收益，而且100%。另外呢，还有另外的几个统计，就是超过20%、低于20%的 YTD return 有100多少天以后，那么整个下来之后1个月以后都是。那么1个月和2个月在不同角度的统计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什么呢？它其实还有很多分享和其他的统计，但它整个就是一个分歧，就是有的信号告诉你是后2个月非常惨，有的信号告诉你后2个月可能还不错。那么但是他们所有的统计出来都是12个月后都是100%的。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统计也是100%的。那么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分析上来看，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作为投资者，你的收益有一个东西收益在12月以后几乎是100%的，而且以后你也拿得住，那么这个地方作为投资者来说真的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地方没什么可说的。而且大家看纳斯达克100的这个位置上也是摸到了什么呢？摸到了这个位置，只是说它距离23233的这个周线，它的距离还是偏远的它距离偏远，因为什么？因为科技股普遍走的比较强。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数字是写错了。我们来看这个也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看科技股的整个走势跌的40%，对吧？差不多16000-17000，直接灌到快1万了。那这个跌幅是很大的。而且呢，它距离这个9700多之前，就是疫情之前的位置已经非常近了那么意味着我们所谓的破坏性创新，或者说所谓的20年的这波泡沫它是属于一个均值回归，回到了市场中理性和正确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调。而且我就算数到的话，你看这1、2、3、4、5也是完成了差不多一个5浪的走势。所以首先的结论，第一点就是我们作为投资者，那么做空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不正确或者说不理智的一个当然你说日内我们当然有很多做空的仓位，或者非常短线2-3天的，那这种机会该做还是要做。但是我说从一个波段或者说从一个稍微时间长一点的周期来看那么做空是一个非常风险或者损益比非常差的一个策略。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从一个投资者角度来说我们把任何的周期只要拉长到1年以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买入是一个低风险的一个行为。但是买入什么这个特别讲究，这个时候就不要贪赚快钱或者赚别人多，买入指数其实给你带来收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做什么所谓的选股没有做所谓的选股。那比如说我们看 IWM 这个位置上明显跌不动，因为它压根就没怎么涨明显跌不动就是没怎么涨它小盘股所带来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估值是来到08年附近，所以说你说这个位置上贵吗？这个位置上其实非常不贵。好，来看个股的话，我看到比如有些公司已经来到了我所谓的这个价值投资标的那么这价值投资的标的呢，我们用这个 price to earning ratio 那么就是 PE， 也就是这个 PE 呢不能完全表示一个公司的价值，但是我可以大概的模拟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分享过 Google 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它的 PE 来到了 17.7 那 17.7 在历史上是什么位置呢？ 17.7 在历史上属于一个极度低的这个值。那么从它现在上一个季度的财报来看，它是值这个20-30或者是更多，
但是呢，因为我们说市场是向前看的啊，市场向前看，它会把你的 PE 打得非常低，因为大家预期它会走得非常差。那我们看到08年最低的时候是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最低的时候，这个地方是 16.16， 也就是现在17和 16.16 已经就差1了。那么意味着它向下的话，也只有大约6%到7%的空间，就来到08年的最低。那有朋友会说啊，会杀 earning per share， 就是 EPS。那么市场给出预期和公司出现衰退，它的收益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 PE 会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是知道，就是现在在疯狂的预期很差，可真正差的数据来的时候，你的 PE 会增加，因为现在 PE 走得很低，会增加，股价也不一定会跌，是因为大家要去跟你的预期相对比。它已经在 price in 未来你这个表现不好了，你但凡表现还可以，那就还行，大家不会说再继续空你，或者说当它真正表现特别差的时候，那个预期就会变成什么叫转涨，因为股市是向前一步看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就像傻子一样，我就像傻子一样，我就看这个 PE， 这个08年是它整个历史上的最低，就16，对吧？你后面不管什么时候下跌，不包括欧债危机啊什么，你看欧债危机这下跌也是19啊，对吧？你这个其他地方下跌，它都能维持在17、8以上。而真正的你说在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疫情复苏啊，还有包括数字网络化呀，还有它的一些整个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进程、人工智能这个进程过程中，那么你不管前面怎么跌，你看到这个20年的话，它也是在21附近，那么而18年也是在21附近，那么这个地方直接回到了16。那么市场对大科技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啊。那么再看微软也是，微软的话其实已经跌破了什么呢？跌破了这个23，已经来到了这个20年的低点和18年的低点啊。那有人说，那你要微软现在说，我说的不对，你08年这个事才8，但注意08年的时候微软和现在的微软它是一个公司吗？或者说它所卖的东西是一样的吗？其实科技公司，我为什么选择谷歌来对比呢？因为谷歌相对来说是一个还能对比的。那比如说我看麦当劳，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到麦当劳的估值这里是偏贵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估值是一个偏贵的，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估值给了非常高，将近28。那实际上你在看它低点的时候，它的常年平均其实是在20，或者说在之前更低，其实附近就是在17、18。那明显的保守板块在这段时间是一个偏贵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大家还是愿意去买一个保守板块。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真的有泡沫的话，可能这些保守板块才是被挤压的一些。那么对于像麦当劳这样的公司，但走势来说，我们可以看走势来说，其实这个位置上一个卖出，这是一个买入，其实是还挺强劲的，比很多这个科技走得很好。大家看，比科技这些走得好啊。那么我们比如说特斯拉一会儿我们会单独说啊，那么再去看一些其他的，对吧？那么在其他的就是如果简简单单看股市 index 的这个股指的这个 PE 来说，现在呢进入了一个这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要说后面还有没有黑天鹅，还有很多人留言我推特别有意思，他是说这个瑞信那是黑天鹅，瑞信那怎么能是黑天鹅呢？大家你都知道了，那就不叫黑天鹅。黑天鹅是一个非预期或者大家都不知道突然间来了一个什么，就像08年的是08年那个倒闭那个雷曼倒闭也是一个非常让市场没有去救，或者说美联储没有去救，市场没有什么反应，就放任它这么折腾，放任它彻底的崩溃，那么那个才叫一个黑天鹅，就是大家在预期之外的这么一个叫黑天鹅那我们现在顶多这就叫灰犀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了，那我们来看特斯拉吧。特斯拉这个地方我说的有点烂了，我就是想跟大家再说一些，我就是最近的特斯拉这个负面消息非常多，而且在技术上大家看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破位了。怎么说呢？每次说特斯拉的时候百感交集，自己也是特斯拉的投资者，但是呢，我在这个位置上提醒大家，假突破，咱们300多，这现在真的200了，这一下30%多呀。那么你如果没有说保护100块钱，那你保护70呢？保护了80呢？如果但凡您听了我的一些建议，或者说听到我们的这个频道以后，我哪怕能帮到1-2个人，能少亏一点钱。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我不知道真正帮助几个人。但每次视频出来之后呢，那过来骂和过来喷的人很多，
而且大多数是连视频或者观点都没有看，直接上来就喷啊。还有说什么我们是马后炮啊，或者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怎么能叫马后炮呢？所以说还有骂马后炮的呀，说非蠢即坏呀，没有煽动大家做恐慌的意思，没有逼大家割肉的意思，而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理智的这么一个分析。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通过我的分析给您有一些帮助，那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对不对？咱们平常我看很多老铁们点赞、订阅、转发很好，那么您给我一个反馈，就真的有没有帮助到你？这样我做呢，才会有一些动力。对，我给你看啊，就上期，比如我们有2500个 view， 然后呢，我的收入是8块1毛7。那么如果我就是为了赚你的钱，我当然不应该说特斯拉的风险，我应该给你鼓劲儿，给你讲特斯拉多牛逼，或者说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呢，我就不讲了，不吭声了。然后等它涨的时候，在这波涨的时候，我就给你讲它穿越牛熊啊，它多么多么的伟大。那么这个时候你爱听的话，那么市场中呢，我们的听众呢一般也是最喜欢，就是说 YouTube 我已经做到马上第4年了。那4年了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讲，我其实也掌握了 YouTube 的流量密码。那么为什么我的频道是这么小众，你们也看不到？原因就是呢，没有去运用这个密码。那么这个密码是什么？第一就是预测啊，那大家喜欢听预测。第二呢，就喜欢听你想听的内容。那比如鼓劲儿、预测、阴谋论，还有就是下跌之后了解为什么啊，给你分析一通为什么，给你讲个小段子，大家听了觉得特有意思。但对于我们指导我们交易啊，分享我的交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我分享的内容就不一定是你爱听的。所以呢，没办法，对不起啊，没办法。那么今天这个阴线包下来了以后，特斯拉应该确切的说，所有的筹码全部套牢，没有任何人是处于盈利的状态，那么不可能是主力控盘。那么这个结论先放在这里。那么上面这些套牢的筹码，我必须负责的跟大家说，基本上都没出来，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弹，而且没有带量的换手。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抄底的人，那么也会被闷住。那么下跌的过程中，只是这些半路抄底的有些止损，那真正的上面的筹码根本就下不来，因为你必须有一像样的反弹往回拉，比如说再向下形成一个3买之后，在这儿形成第三类卖点，那么这时候才会下，为什么才容易把这个筹码救出来？他们这个地方套着出不来，你这个地方就确实进不去啊。那么这个地方一破位会有一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一段的拉升太过于剧烈了，那么这个位置上有一个量啊，这个量是它进标准普尔的那个量，那么回到了进标准普尔那天和之后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下面一个支撑就已经来到了这个点，也就是大约在140，那么140是它下一个支撑，也就是说从200到140之间，它是个真空的。那这个真空意味着什么？这个真空意味着价格在这个位置上很可能是快速下跌，甚至于是一个跳空的低开。那至于这个公司好不好，我说了没有什么基本面的变化，很多人连这个分析的过程都不看就来喷。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做好心理建设，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有仓位的话一定要小心，就是这个里可能会有一个让你非常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特斯拉其实它在券商给它这个 margin 其实并不高。所以什么意思叫 margin 给的不高？就是它可以上2倍还是3倍以上的杠杆。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的 margin 给的不高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你都是在于300以上的话，那么万一它跌到了150、160左右，如果你是有杠杆的仓位，或者你又是全仓特斯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面对非常大的资金压力。那么这就是我所谓的 margin call， 也就是市场中你这个地方筹码换不下来，那么就要换一种方式让你换筹码出来。那么就一很悲惨的情势，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控制好你的那个仓位，比如说 margin 这些仓位你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你可能会爆仓那这个时候你外面有没有现金进去补足，就是让它不会 margin call， 你还可以继续持有。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买入呢一个大约在150左右的这个看跌期权，那么离的时间稍微远一点，或者说作为150和100的这样的一个 put spread， 那这是我可能会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防止在150左右的时候出现一个爆仓盘，突然间就快速的向下杀，就不计一切代价的把这个价格在疯狂的向下打。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些保护，可以让你在这一段的话就是保护好的仓位。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从200去 hedge 一个150，是做一个相对来说尾部的一个风险。那么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我实在是没有再多的方法来帮助大家了，因为在这个假突破开始，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地方箱体突破
又说这跳空，跳空之后又说这个地方来，然后我在这个位置上看说有那个反弹，千万不要参与啊。那这个地方下来以后，那这个地方一贯破，我不能在这给你光打气啊。如果说我这个公司啊各方面都不错啊，我给你光打气，那有一个问题是，那我对大家不负责，那真跌下去之后，那谁对你的钱负责呢？虽然你的钱又不是我的钱，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要对你的钱负责，你要对它有一个预期。如果你现在就是纯正股，你没有一些 margin 的话，那你要预期到它有这些，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也知道，这无非就是华尔街呢来抢筹码的这么一个把戏啊。因为我们最后就是好公司，无非就是抢筹码的这么一游戏。那么你现在筹码不出，那我就要从你手里抢，从你手里抢的话，可能就要伴随着一个放量的杀跌。那么我刚才说到了。可能我们之前做的心理建设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就关于特斯拉的。那么对于特斯拉的话，我们说这个心理建设就是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它会出现一个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利空出来恐慌。那么这段时间，包括柏林工厂那些消息还没有发酵，还有包括马斯克有一些负面消息还没有发酵，那么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利空。让你对这个公司的信仰产生质疑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出现更大的这么一个抢筹码的这么一个行为。这样的话，你这个深套的这些盘就拿不住了就拿不住了。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万全的准备。那你说这个位置上有没有反弹？反弹了，大家都高兴。反弹的第一笔千万不要参与，因为反弹第一笔上面一定很大卖压。而且我也不相信所谓的信仰者真正的那么信仰那么厉害，因为如果你信仰特别厉害的话，它的走势就像强生或者像科科一样，它会一个非常稳的这么一个非常慢速，大家都拿着筹码也无所谓涨跌，而不像特斯拉这种被活动量这么大，就说明换手多，而现在所有的筹码都套牢，意味着没有什么筹码都是底下这儿买的都是换上来的这些人，你不是真正的信仰者。所以说包括我也是不是所谓真正的信仰，你真正信仰者是一直拿着不动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对它做出一个非常最差结果的这么一个预判。那么如果你的仓位是没有杠杆的，确实没什么事儿，但如果你要是有很大杠杆的话，就要小心了那这是对特斯拉的一个提醒。那么整体上来说，我们的整个的策略呢，我回顾一下昨天的给大家复盘。昨天复盘其实今天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把这个位置上仍然是一个投资者偷着乐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有所形态，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是熊市反弹，而且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多头资金没有进多头资金没有进，主要是看空头玩。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倒型反转会形成一个压力，那么在这个压力还没有到的话，那么基本上就走弱了所以我们在下一个礼拜要不然就是快速杀跌，出现一个极致恐慌的一个买点。要不然的话呢，再出现反弹，我们又可以看到有没有一些变多走势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我们在下周呢，可能会相对的一个清晰。但至少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少看、少动、少看，甚至先原叫少做多看，现在是少看少动免得被市场这种所谓的情绪所干扰。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复盘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分享、转发，您的帮助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